你以为月球只是块荒凉的大石头，其实它藏着能把人瞬间冻成碎片、电成焦炭的死亡陷阱。月球对地球上的我们来说，一直都有这种吸引力，无论是象征意义上的，还是实实在在的引力作用。夜复一夜，它是我们在天空中看到的最大天体。它影响着我们的潮汐，有时甚至还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既催生出了关于恐怖狼人传说，也为温馨浪漫的故事提供了背景。但除了它在文学上的重要性外，大多数太空机构都普遍认为，月球是人类向太阳系其他星球迈进的第一步。通过在我们这个最近的邻居上建立殖民地，科学家们能为应对更遥远的任务，比如火星任务中可能遇到的一些挑战做好准备。然而上一次人类在月球表面行走还是在1972年的阿波罗17号任务。尽管月球充满了机遇，但在那里存在着一些我们在第一次短暂探索时未曾遇到过的危险，在它寂静的表面潜藏着肉眼无法察觉的威胁。在本期视频中，我们将探讨宇航员在月球上会遇到的一些新危险，以及应对这些挑战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有趣解决方案。在过去几十年里，月球探测计划发现月球上充满了资源，这些资源对我们建立首个地外殖民地可能极为有用。那里有稀土、金属、氦三，最重要的是还有水冰。水冰最早是在1998年通过 NASA 的月球勘探者探测器发现的。当时他正在调查月球的极地区域，认为在某些陨石坑里发现了冰。这一发现之后，美国宇航局特意让月球勘探者撞向其中一个这样的陨石坑，希望能释放出一团水蒸气，这样我们就能用望远镜探测到了。10年后，印度2008年发射的月船1号航天器也在月球北极探测到了水冰，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月球宝藏的存在。如今据估计，月球上的水冰多达6000亿公斤，大约相当于46153万8462辆汽车的重量，这可是大量的水啊！但月球上怎么会有这样的水，尤其是以冰的形式存在呢？特别是在白天的高温下，它难道不会蒸发到太空中去吗？美国宇航局的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记录到，月球上一些直接受阳光照射的地方，表面温度高达127摄氏度。然而关键就在直接受阳光照射这个说法上。在月球处于阴影的部分，温度可能低至零下240摄氏度，这足以让水保持冰冻状态。不过，如果不是月球自转，有个有趣的特点，这种剧烈的温度波动对水冰来说可能仍然是个问题。月球相对于地球绕太阳运行的黄道面倾斜度很小，倾斜角为5度。科学家认为，数十亿年前，许多含有水的彗星撞击了月球表面，使得极地地区的陨石坑和洼地积聚了水。由于月球倾斜度小，这些陨石坑中的一些已经数百万年没有见过阳光了，这使得积聚的水得以冻结，不受阳光影响。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记录到，月球南极一些永久处于黑暗中的极地陨石坑，温度低至零下238摄氏度，而北极一个陨石坑的温度更是低到惊人的零下247摄氏度。如果我们打算殖民月球，利用这些水将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能收集到这些水冰，就可以用它来制造氧气和液态水，甚至还能制造燃料。然而，收集这些水冰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具挑战性，不仅仅是因为寒冷，还有更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想从极地收集和利用水冰以及其他资源，还得面对更大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电。由于月球倾斜度小，主要由离子和电子构成的太阳风几乎是水平的掠过极地地区和晨昏线，撞击到陨石坑的背风处。到达那里后，带负电的电子会冲向陨石坑的内壁和底部，使这些表面带负电。由于电子比离子先冲下来，就形成了电荷差，从而产生了电场。陨石坑的底部和内壁产生负电荷，而上方则形成正电荷，直到带正电的离子被电子驱入这个电场。可想而知，正负电荷最明显的分离发生在太阳风撞击的陨石坑背风处。这种电子和离子的分离最终会达到一个临界状态。由于这种效应，这些区域可能会带电高达几十万伏特，这对毫无防备的宇航员来说可能会有致命后果。但即使你避开了极地，在月球上可能遇到电的问题也未必就结束了。另一个问题与月球表面的细尘月壤有关。月球没有磁层，所以任何即将到的太阳风都会直接撞击其表面，导致表面带负电，而覆盖在月球表面的细尘月壤也会因此带上静电。月壤是一种带有锋利边缘的细尘，具有研磨性。事实上，在阿波罗任务期间，有报告称，由于月壤带有静电，它会粘在所有东西上，这可能会损坏宇航服和仪器，这可是个大问题。此外，月壤还会对健康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它具有很强的毒性，会导致眼睛发红和咳嗽。阿波罗任务中的宇航服是用一种名为编织特氟龙的材料制成的，
这种材料会吸附带静电的月壤，并将其困在材料中。编织特氟龙还会产生摩擦起电效应，使宇航员成为月球表面负电荷与头顶上方太阳风正电荷之间的导体。这就类似于你在地毯上摩擦脚后再触摸门把手会受到小电击的情况。一项实验室实验甚至证明，覆盖着模拟月壤的编织特氟龙更容易产生电弧放电。要是在月球上总是受到电击，那月球探索可就没那么有吸引力了。既然月尘和编织特氟龙使得宇航员很容易触电，那我们以前怎么没注意到呢？阿波罗任务期间难道没发生过这种事吗？其实太阳发出的光子会通过光电发射过程从地面击出一些电子，这种静电效应就会被抵消，这使得直接受阳光照射的地面带更多正电荷，从而平衡太阳风带来的负电荷。由于阿波罗任务的着陆器降落在月球上，一个持续受到阳光照射的地方，我们的宇航员触电的可能性非常低，但这并不是说在其他地方这不会成为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护宇航员免受极端温度可能污染月球基地的有毒月尘，以及高达几十万伏特的电击风险呢？要避免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设计一种具有消散电荷特性的新型宇航服，确保潜在危险的放电不会损坏宇航服或伤害穿着它的宇航员。你可能会认为橡胶是很好的绝缘材料，这话没错，但还得考虑到宇航服可能要面对的极端温度波动。毕竟在温度可能低至零下247摄氏度的环境中，橡胶会怎么样呢？不过有多个正在进行的项目正致力于解决这些以及其他问题，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出明确的结果。为了避开月壤，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一个团队获得了美国宇航局13万美元的资助，开展一个设计液氮的项目。液氮的特性使其能够吸附表面的月壤等灰尘，从而保持月球基地的清洁，避免被污染的风险。美国宇航局还在研究一种电动防尘盾技术，它由带电面板组成，通过电线释放电流，能够清除表面的月壤。这是一种很酷的清洁方式。挪威科技公司 Nentrin 也在开发一项革命性的新技术，该公司正在开展一个名为 ASG 的项目。这项技术通过人机界面，让人们只需挥一挥手就能控制漫游车、机械臂甚至机械设备，有望实现远程人类探索和任务。他们正计划将这项技术融入宇航服，这对未来的月球甚至火星任务可能会产生奇妙的影响。这将使宇航员能够安全地待在基地内，而让机器在外面工作。我国计划到2029年左右发射嫦娥6号、7号和8号3个任务，目标是月球南极，并计划在2030年之前在那里建立一个月球基地。美国也计划通过 NASA 的阿尔忒弥斯计划，在2030年之前在月球南极建立一个月球基地。他们计划先发射首次无人飞行测试任务阿尔忒弥斯1号，接着是载人飞行测试任务阿尔忒弥斯2号，最后发射阿尔忒弥斯3号。阿尔忒弥斯3号的发射时间不会早于2025年，这可能是自1972年以来美国的首次载人登月任务。因此，尽管在月球上建立基地仍面临诸多挑战，但在我们有生之年重返月球正变得越来越现实。太空中的任何环境都充满危险，月球也不例外。但随着科学家们不断认识并克服这些挑战，人类将能够迈出离开地球家园的第一步。一旦我们掌握了在月球生存的技能，更广阔的太阳系及其中所有令人兴奋的行星和卫星都在等待着我们去探索。